好，我是 Sabrina， 欢迎来到青花鹿苑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召唤了一位我刚入坑的好朋友。Hello， 我是 Jenny。我是最近刚入手鹿角蕨的初级玩家小见其生，然后今天来找 Sabrina 上一下鹿角蕨小知识。你是怎么入坑的？来问一下。我的入坑小故事就是我有一个鹿角蕨狂哥哥，他在阳台就是养了很多鹿角蕨。然后那天去他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看到一株很可爱的银鹿，我说这株好可爱哦，这什么？他就说银鹿啊，你要吗？就送给你啊。然后我就刚带回家1个月吧，然后就马上想到说，那我要来找 Sabrina 问说我要怎么养。那你这样养1个月下来有什么心得吗？或者是有什么疑惑？这1个月下来的话，我觉得主要是鹿角蕨算是蛮懒人植物，蛮适合大家养。但主要是浇花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是用喷雾式的浇法。之前来我都有看到你们都有泡到水里面，对，就有点想知道说我可以这样在家弄嘛？就我想知道我要怎么浇水，然后跟我要多久浇一次，跟怎么判别我该浇呢？的确，鹿角蕨的话，其实会看到很多都是用泡盆的，因为用泡盆的浇水方式其实是最方便。你泡湿1次之后，它可以撑好几天。那你如果都是用喷水的话，最常会遇到一种状况，就是用喷水，但它水苔里面其实水没有进去，所以等于说里面是干的，然后外面永远都湿哒哒的，这样反而对植物来讲不太健康。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死掉？不会，银鹿的话算是原生种，所以它很强悍。OK， 挑了一个很刚好，对，最适合新手的，最耐操的。但是所以浇水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更深入，就是你要浇就是要浇透，给它一个干湿循环。它的介质跟我们一般常见的植物泥土不太一样，它是水苔。水苔它干燥之后外面会变硬，所以你的水会比较难进去。所以光用喷的话，只有表面的就会不够。所以为什么要用泡的？就是让它水分浸透到里面。那我还想问，就是它不是后面都会长叶子吗？就是有的都会开始变咖啡色，它那个是生病了吗？生病了吗？对，还是就是正常？不知道，就看起来很不对劲。好，那我找2颗，然后我们大家来拿这边给大家看。那我现在手上啊，就是有一个是营养液干枯的，跟一个青绿色的。而且我们刚刚也发现这边有只小手，虽然我觉得你应该拍不到，但超级可爱。好，这就是我刚刚问的，说为什么会变咖啡色的，然后像这个就没有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嘞？新手一定会遇到一个疑惑，就觉得它变咖啡色就是生病或缺水，然后就开始猛加水。但是呢，这个鹿角蕨的营养液，它这个状况叫褐化，这是它一定会有的过程。它长完新的脸之后呢，它就会开始褐化。褐化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咖啡色的话都是正常的现象，中间的黑色才是不正常，就是代表水伤。浇了太多水，然后水积在那边，所以它发霉烂掉。它真的是会再长新的叶子，对不对？它咖啡色的会掉下来吗？鹿角蕨这一点跟一般植物蛮不一样的，就是它的枯叶是不会掉落的，它的营养液啊会一层一层的包上来。所以现在这个是褐化，再久一点会风化成像是蕾丝状，我们也不用去修剪它。唯一要修剪就只有这种孢子叶啊，如果它是老化了开始变黄，我们下面才要去做修剪。枯叶也有枯叶的意境，所以它这样脸包起来都是青绿色的时候很漂亮。然后不要因为它咖啡色就觉得它没那么好看，因为它一定会再包新的脸上来。那不就代表它这会很厚吗？就越长越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随着植株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，它的营养液会到数十层，会很多很多层。那我想再好奇问，像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，就是突然很冷，突然很热，它会因为温度会影响很大吗？会不会我就要拿到室内？会需要这样吗？如果外面太冷或太热？其实以台湾冬天的温度对它来讲都算是 OK 的，不要到5度以下，鹿角蕨都不会受伤。它其实比较怕热，台湾夏天那种太阳直晒会把它晒到烧焦。像淡水这边冬天寒流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都还算撑得过去，冬天不用太担心。那这个侧芽呢？侧芽我要怎么？你说侧芽跟孢子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鹿角蕨很好玩的就是啊，它有分为多芽型跟单芽型。那多芽就代表说它会生宝宝，侧芽的话是主要是这个母株，它足够成熟之后，它的根系跑到外面，
接触到空气之后，就会形成新的一个生命，就是它的小朋友。它侧牙很好玩，就是它的基因98%会像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，对？就大概就会像妈妈一样。有很酷，大家就可以看妈妈，然后去找他的小孩。就比如说我其实挑妈妈，我就可以生出很多跟她一样漂亮的小孩。对呀，对呀，很有投资报酬率哎，所以俗称阳台经济学。对啊，阳台经济学哦，各位。鹿角蕨还有一个大家最常问就是孢子苗。孢子苗的话，就是用鹿角蕨后面的孢子粉去做繁殖。那孢子苗的话，意思就跟我们人类爸爸跟妈妈做有性的生殖。那这小孩啊，会跟爸妈有点类似，但是不会完全一样。那侧牙的话就是无性繁殖，然后它就是自己妈妈就可以繁殖了。孢子苗会有惊喜，有时候小孩会长得比爸妈漂亮，有时候也会不一定像爸妈，所以会有变化。所以各有各的好玩的地方。其实鹿角蕨最好玩就是大家会去看，妈妈很漂亮，然后去找她的小孩。那我要继续问问题喽。我想要知道，那我要怎么分辨，就是我的鹿角蕨健不健康？就我要怎么判断它现在的状态是很健康吗？还是我是需要再多做什么？我们就来科普一下，鹿角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一个词叫芽点。芽点的话位于这个正中央，那这中央芽点的话是会突出毛茸茸青绿色。芽点是这些孢子叶跟营养液它的起源地，它都是从这个点开始生长出来。这边对不对？这个绿这个。对，你可以碰到脸跟碰到孢子叶，但不能碰到芽点。OK， 没碰到，差一点。所以这个多少钱？差点碰到。健康的芽点就是青绿色，不健康的话就会呈现咖啡色、黑色，或甚至萎缩，你连芽点都看不到。所以我们出去挑选的鹿角蕨，出去外面买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挑的就是它芽点健不健康。那刚才讲这些啊，就是青绿色，但唯一鹿角蕨所有品种里面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马原。马原这个品种，它的芽点是咖啡色的，然后它刚长出来的手也是黑黑的，有点很像超会搭的感觉。那它好在哪里啊？它长大就正常了。OK， 我想说，OK， 确定一下嘛，不然没人把它带走怎么办？只有这个原生种，它原本小时候就会这样子怪怪的。它的特色，养马原啊，你看它芽点咖啡色，或是看到它新长的手是黑色的，怪怪的，都不要紧张，那就是它正常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其他看鹿角蕨的心脏啊，就是去找这个毛茸茸的这个点。看到这边。你今天逛完这一整圈下来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第二颗会想要入手哪一种品种？我想要入手 OMG 那一款，但我刚听了一下价格，我觉得有点其实没有那么好入手。想说我没有就是也像它那种，也是比较小可爱，然后分叉感比较重，可能也比较适合新手养，因为怕还是会刚开始养的比较不好。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推荐亲民款的？像如果是侏儒类型的话，最推荐给新手或者初阶玩家的话是玉女这品种。那玉女的话，它是侏儒里面啊生存能力比较强，然后价格也是最平易近人的，现在俗称台湾的国民侏儒。因为它整体就不会那么怕热，也比较强壮，生长速度也相对比较快。像我右手边这一颗也是玉女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细细小小分叉，也不会长到太大。这也很可爱而且它也是直接可以用在这种装饰物品上，对不对？这样很漂亮这样弄。对，喷火，你觉得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珊瑚。你有偷问师傅的，你很厉害。没有，上次来那个师傅有跟我讲。像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很常会去上漂流木啊。那目前这个珊瑚也是死掉的珊瑚飘上来，那师傅再自己把它粘在这个石头上面，起来的话也会变一种造景。那鹿角蕨很好玩，就是上在各种材质上面都可以，只要去透气，然后介质是对的话，它都会长得很漂亮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玉女，就是玉女不会长太大，我觉得它像这种大小是最合适的。也配上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很精致的装饰品。同样就是你不要让它夏天直晒，照着一般养鹿角蕨的正常饲养方式就可以。像因为有些侏儒的话，它需要24小时恒温啊，然后控光，非常娇贵。我觉得一般玩家大家不会有那么多的空间去做这件事情，那所以玉女的话就是最推荐的。那玉女这样，如果小猪就是我自己带回家保养的话，那现在价格大概是？现在价格其实台湾价格很平易近人，从2000到1万都有。对，其实蛮 OK 的。对啊，就是比想象中对啊，就2支口红嘛，也还好啦。2支口红OK 啊，还好啦。2支口红，你的口红都比较高级一点。对啊，你就是说贵一点口红，你吃贵一点，一餐你2000块，你少吃2餐，你就可以买1支回家，是吧？还可以在家弄。
那如果我想要养起来，然后我也想要这么漂亮的，其实你像这种背板啊，干嘛、什么都可以。然后是可以来这边挑吗？可以，对吧？数量比较少，数量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数量很少哦。OK， 好，这很漂亮，我喜欢。就是我们废物回收嘛，对啊，很棒啊。植物其实它就像生活中的艺术品一样，它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。这里有一盘玉女，那以你新手的话，眼光你会怎么挑？专家建议，假如想创业的话，你觉得选哪一株最好？创业吗？创业要挑最漂亮的吧，才会生出最漂亮的小孩。哎，玉女比较难生萃芽，因为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挑鹿角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你可以再提醒我一下。雅典，想起来了，雅典。今天资讯量很大，我要对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挑的话，就是要先看雅典健不健康。刚开始都会以为这个新手就是雅典，没有。那雅典其实很难找到，就这种小小的，在这里面有看到绿绿茸茸的，这才是它的心脏。那看起来这株很健康，这株蛮漂亮的。对。那其实挑玉女啊，这种植物类型最重要就是看它的分叉越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越漂亮。还有它的叶脉要对称，哦 ，OK。而且我觉得养猪其实还看大家的眼缘，很多时候你第一眼看到就是它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你就确认它雅典没问题之后呢，你就去挑那种叶子很健康，然后绒毛很多、很对称的。这就是我觉得挑选植株最重要的3个要点。好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吗？看一下，这个我觉得蛮美的，有点像蝴蝶。回去你看一下雅典健康，然后我们这种大小就可以大概再养1个月，让它根系更充足之后再上板，这样才可以足够去支撑它孢子叶的重量，那也会比较健康。那这颗的话可以养多久？我可以让它为有创业时间，寿命为多长？像鹿角蕨它其实没有一个年限，比现在来讲的话，养到10几年都不是问题。观赏价值性极高的植物，就是因为它1年4季都是常青，它不会有花开结果的时候，它就1年4季都可以漂漂亮亮的。你今天逛完整圈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我今天有吸收到蛮多很新鲜的知识，而且觉得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入坑鹿角蕨，因为其实最近就是开始有很多朋友就是家里都养鹿角蕨，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流行吗？一个小流行指标，就是因为现在咖啡厅你到处都看得到，放在家或者放在阳台就很气派的植物。对，的确，这个氛围感会更高。对，氛围感真的差很多。就像因为我哥的阳台有养很多各种不同的植物，他挂了一株大的鹿角蕨在那，就觉得哇，很霸气。这阳台好像很厉害耶，但可能说不定其实还好。那你就会觉得做的那个鹿角蕨好像整个气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去挑说，这株很可爱。然后其实原本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有种植物的一天，对。然后今天这样了解之后，就会觉得哇，其实蛮好养的。对，蛮好养之外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形态太多了，而且你爸爸妈妈还可以生出宝宝，然后说不定宝宝还可以就是再为你生出更多其他的机会。对，就是会觉得好酷，好像我种之余，我好像还有可能可以发展我的第2事业，其实也还不错吧。就小小的斜杠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投入的东西。今天谢谢 Jenny 接受我们的1日采访。下次的话就是换我们3个月后去你家突袭，去看一下你们家的玉女有没有健康长大。谢谢 Sabrina 今天邀请我来上了一堂鹿角蕨讲座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就把它完全浸泡到里面就好，就像帮它泡澡。叶子也可以一起泡。对，泡到水都没关系。然后您看到很多气泡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把人的头把它压下去那种感觉。OK， 听起来蛮不错的。看到它都已经没有气泡之后就可以起来，没有气就可以起来。对，压死它就可以起来。OK， 好。